大家好，师傅好。好，大家请坐。那这次的闭关呢，其实是一个稍稍加强一点，就是来这样清理我们身体的垃圾，净化我们的思想，净化精神。人的太多的烦恼问题，有一些根本的原因，一个是出自于这个叫历来的积累下来的业障，还有继承了父母的那个业，还有一个更大的部分，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贪嗔痴。讲到这个部分了，大家容易把它和纯佛教化把它给混淆了。有的人说，那我想研究一点真理啊，不要给我传达宗教的这些名词和意识，或者是我过去我是一个非佛教的一个人，你信啥都没有关系。我今天说的是就是根本的。这个贪嗔痴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发现的。我呢也为此做了较深刻的去研究究竟它。宏观来说，说我们的烦恼来自于思想，那思想中的烦恼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贪嗔痴。那么首先就是来自于贪婪，贪婪啊。那好多的烦恼就是因为贪婪啊，比如说我要穿更好的衣服，吃更好的饭，住更这个大的房子，让我的孩子读更好的学校，上好的大学，开更好更贵的车。那这些呢，都是在基本需求之上，就是在拥有了之后说我要更好，是这样，基本需求之上的东西。是不是可以拥有呢？我说拥有不是错误，世界不是绝对化的世界，贫苦与富有是在对比之后来决定，它也不是固有的定义啊。所以这个贪婪心是万恶之首，因为贪婪，所以我们的烦恼、痛苦、心中的纠结，天天的心中的烦恼，一般来说都是因为这个贪婪，就是至少是贪婪是根源。很多人做了大投资，最后亏钱了，因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回答了吧？贪，因为贪婪，所以亏钱了。有的人确实是跟我谈这个问题的人特别多，每年超过至少100个人跟我谈这件事，就是哎呀，师父帮我个忙，我的$2000万投资了，现在血本无归，你能不能帮我追一追啊？追回来之后，咱俩对半分。这我说我们又不是猫和老鼠的关系啊，我又不是警察和小偷，哎，那这怎么分呢？哎呀，这样我就太痛苦了。我说这才是
凡是能拥有这么多钱的人，大家说他们是聪明还是愚笨呢？聪明吧。但是这么聪明人干这么大的糊涂事啊，你有1000万，不用再投资，就会在加拿大、美国活得好好的，对不对？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花100万坐在月亮上，坐火箭窜上去，看看嫦娥在干什么，再回来。今天都能做得到了，开始。就是你已经开始，其实如果在这个，也就是世界上看似最发达的国家，这个地区生活，有1000万已经是富人了。哎，衣食无忧，住个大房子，养俩狗啊，但是悠闲自在，是不是啊？哎，夏天游泳，冬天滑雪，要啥有啥，天天吃肯德基啊，肯德亚啊，小肥人儿啊，对，哎，都是吃那些名牌的啊，就够了。那你那个投资，你说这是聪明不聪明呢？因为能拥有这么多钱的人，那通常都是聪明人，但是又投资这么多钱收不回来的人，就是聪明中的傻瓜，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们这么聪明，干这么愚昧的事儿呢？答对了啊！我觉得这个角上的人哈，真发心哈，所以他们很快就感悟了。哎呀，我喜欢你们啊！所以贪婪就把自己给套牢了。哎，经常看到 Facebook 的这个视频，哎，就有人发明说，哎，有个神人发明了无数种捉老鼠的神器，然后我就看看吧。哎，用各种各样的笼子，都是在上面，不管多神，都是上面放一个很好吃的诱饵，来诱惑老鼠爬过来，就咕咚掉到瓶子里出不来了，都是这种现象。所以呢，这个当贪婪心升起之后，人就显得没有了理智，我们的聪明就泡汤了，冒烟了。哎，对，所以当我们拥有1000万的时候，我要投资1000万出去，结果血本无归，这种傻帽行为是因为贪婪而生出来的。温哥华还有几位居士啊，哎，就告诉我，师傅，你惩罚我吧，你修理我吧。哎，这是怎么了？一大早起，你这啥意思啊？哎呀，那个别提了，我昨天晚上我20万没有了。我说遇到抢劫了，不是，那去赌场了啊。当年我在澳门的话，一伸手赚了很多的钱，怎么到这儿了就输呢？啊，你别吹了，赌博还吹呢，谁能赌过赌场啊？哎呀，我早这儿拿这个钱做功德也好啊，这个，哎，你倒说对了，你，我们建道场，你出2000的时候，你都让我给你写纸条压手印的，对不对？还让我给你给利息，哎，怎么你昨天晚上这样？这是所谓的聪明人，这些人的数学能力超强，他特别有强烈的投机意识。他们做生意的时候，不是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他觉得哎，这个机会来了，啊，就像撒网一样，好像感觉水下有鱼来了，一撒网，哐，弄一大筐子鱼回来，一下就发财了，并没有经过一个很不容易的由小变大、逐步成长的一个商业行为。所以是一种投机行为，捞了一把。到赌场捞一把，赌场的老板是干啥的？是打劫的，是不是啊？你是贼，他是强盗，贼还打得过强盗吗？哎，所以你看，这个贪欲、贪婪，一旦稍不留神就把自己套进去了，甚至是严重者让自己死无葬身之地，家破人亡啊！所以好麻烦啊。
贪嗔痴。嗔是什么意思？怨恨，生气。生气就是说胡话啊，得罪人呐、一般就是说，他有怨恨的心，我们乍一听就会觉得，这个人档次低，那有怨恨心。那你坑了我的钱全跑了，我能不怨恨你吗？我怨恨你，这是一种错误吗？并不是错误，这是因果报应，对不对？你伤害了我了，我对你有怨恨，这本来并不是错误。好，但是无论怎样，有怨恨心，一定会产生某种力量。怨恨就可能会报复。那我要报复的话，就没有谱啊，对不对？你那个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你坑我20块钱，我弄掉你60块钱。对，一般都是这样的。但是这种我们在修行之中谈的这3个字的时候，贪嗔痴，这个3个字产生的时候，实际上是最终巨大的烦恼将要产生的时候。对，所以最后就变成冤冤相报何时了。冤冤相报何时了这个词，并没有去表达冤冤相报啊，是将这个互相攻击报复的能量，把它叫升温加大。贪嗔痴是导致我们产生特别巨大情绪波动的那个根源。这个我们表面上把它称为叫做情绪，实质上最终导致的那个结果是自我伤害，顺便伤害他人。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产生这么多的情绪，通常我们的这些情绪呢，都是和他人相处的时候而产生的。而且先不管是谁的对谁的错，所以当这个情绪产生了，它还在进行往上蒸发叠加积累，就是从小火星变成巨大的森林大火。好多森林大火有的时候就是几个人就在那个森林边上呢，一边伐木一边吸烟，可是有的时候没有看到它完全熄灭之后，有了小火星，最后刮到有一堆干树叶的地方，最后燃起了熊熊大火。所以这个情绪这个能量，它也是不断的往上积累叠加的。那所以从2个人吵架为一个很小的事情最后变成仇恨，变成仇杀，最后变成2家都家破人亡所以我还接触和帮助过一些双方有一点点经济的矛盾或者小的事情的一个纠纷，最后变成谁把谁家的人杀死了，最后又判监狱。比如说男的被判入监了，有的太太就自杀了，孩子呢精神病了，老妈疯了。这本来是挺兴旺的一个家族又做些生意赚些钱挺好的，就说我开这个什么什么工厂，结果他看赚钱之后他也去开，他自然会心中就烦恼就起来了最后从争吵变成杀害。你杀的不是一个人呐，最后影响到这2个家庭全部废掉了。佛陀教化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真想让我们得到了身体和心灵的健康，其实应该认识这些疾病和烦恼的来源，这就是老根大本营。你把他的这个疾病的大本营、烦恼的老根如果抓住了之后的话呢，那我们就解决这些问题就快了。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发现，我们禅修给我们真正的这个帮助作用力就不会太大。
就是你来修上半个月，觉得哎呀身体舒服了，回家去遇到一点点家庭事务，一有纠纷火又发起来了，比如说贪欲心来了，又头错姿了，是吧？贪欲心来了，又去好色了，贪欲心来了，又好车不好好开，开个跑车，撞死了，等等的这个事情就是发展出来了但是所有我们看待是情绪上的东西，实质上都已经对身体产生了严重的伤害，严重的撞击。人的身体经不起这种情绪的，其实这不叫情感，就是情绪的大的波动有科学家研究，就是说，比如说一位母亲，这一生他特别是一个忠诚的人，越忠诚的人越容易受到伤害。就是如果你失恋几次，在你的 DNA 之中就是几条横，就像在石头上划了几条道子那样，就是伤痕。所以经常有人说我失恋了英文里怎么说呢？什么 breaking my heart 我的心受伤了，我的心给碎了等，就是一样的。中国人也差不多，我很伤心，对吧？说你哭啥呀？伤心呗，伤到心了。还有说我的心都伤碎了，大约是一样我们表面上就以为伤心是一种情感情绪的感觉，那么伤心会不会是对我们的这个肉体产生了伤害呢？大家想一想。会，只是今天的医学的技术可能还不够那么细化。它是不是伤到你的心脏？我不知道，但是伤到你的大脑，这是必然的。好，贪嗔痴慢疑所以再到这个痴，就是愚痴，不是吃饭的吃愚痴、愚昧，不学无术，啥都不学，一问三不知，这样你对社会的贡献就产生不了。也就是人要有一技之长才能给社会带来一些贡献。说的今天看着好像低一点的职业，说今天我会给人擦皮鞋、修包包，可不可以呢？可以。有些人挺好的鞋子，质量不太好，一不小心开线了，漏水了，其实扔了可惜，用吧又不好用，又漏了。如果有修补的那个修补师傅给你缝上几针，砸吧两下完好如初，就是一双好鞋，那很好的职业对吧？你们买一双鞋100块钱，这么缝两下10块，其实你看看这一点点手工的技术费用，其实很值得的你就给别人带来了帮助，你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谋生。但是如果能力更大一些呢，是吧？我能够发明更新的鞋子，是吧？你的腿都不用走，那鞋子自己走。所以，那你有这种能力，能够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你可以成为老师，可以成为校长，可以成为董事长，可以成为总统如果有一个慈悲善良的心，那对这个人民的贡献带给人民的福祉，那就很大所以我们的能力可以大的，也可以小的，但是尽量把能力学多一点这样才可以谋生。所以愚痴不光是技术更多的就是指知识和对这个事物规律的理解
所以通常就是你在学啥呢？我修的是一门技术啊，我学厨师、理发师、美容师、裁缝等等的，就是说包括医师也一样，它是一门技术。哎，这个是应该修、应该学的。这是叫你只要有了这些技术，就能够给别人带来好处，就能够养家糊口、吃饭啊，因为给别人带来好处。第二种学的是德行，就道德啊，这修身养性的那个境界。哎，所以有了德，过去称为贤者啊，贤者。所以人民对帝王就会有一种依赖，说这个地方有没有德行？那你这个省长呢？你这个市长呢？甚至是一个校长，如果没有德行，你的孩子在这读书可就惨了，他不知道干出什么混蛋事来。哎，对，所以当成为一个首领，成为一个领导者，成为一个众生的领头人的时候，那不光是有基本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有更高尚的德行。那么这个德行这个部分，在今天的大学之中有没有这个德行科、德行专科的？没有吧？没有。对，正是这个部分，反而能够去真正的影响到人的精神的这个系统，影响到人的精神世界。啊，如果一个政治家是一个很好、真正的很好德行的人，那么在他所统治领导的这个国家和区域，百姓就会沾光了。啊，所以这些都是知识，这种称为善知识。在佛法分人种的时候，这种就是上上的人品。哎，本来这就是功德深厚的人才能获得的。在我们这个对事物的感受和我们对事物的一个态度，听起来这个词很清淡的一个词汇，其实这个态度不同，就决定了结果完全不同。比如说两国的战争，这个国家的君王，他对说对方的一些过失啊、找麻烦啊、小毛病啊之类的，就是他的宽容力、忍耐力、宏观的观察力够不够啊？这样除了这些东西，还是心中那个慈悲道德的修养。所以当他这个力量不够的时候，本来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比如通过经济洽谈啊等等，就是用和平的方式来洽谈两国的纠纷，往往得到的结果是和平。所以以武力显示的时候，得到的因果的结果就是伤害。哎，那么所以就是当有纠纷，就看这个君王的定力、智慧、慈悲心啊，他达到一定程度、高度的人，他就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哎，来将这些事情处理好。所以，我不是那么高尚，说要劝大家要成佛呀，没那么高境界。我觉得在佛陀的教义之中，我只是把它领会到，就是这么庸俗的人类生活中的实用部分。这个实用部分可大可小，大到君王，啊，小到生活过日子，这些把握好了，我觉得你就是那种大自在。大自在不是说躲在山沟里一个人待着，说实在话，真躲在山沟里一个人待着，还真不自在，是不是啊？一年洗不了一次澡，全身都是皴，对吧？所以大自在不一定是躲在深山，而是通达道理的女人，那就是大自在。你就是叫做相夫教子啊，哪怕带几个孩子，你心中是自在的啊，因为懂得这些道理，你自然带出那种自在乃至到
潇洒的飘逸的，以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因为普通人都是为点小事就不懂道理，纠结。我们不懂道理的人，就像那些儿童你看说这个插电的这个地方不准随便动，他就拿个东西动，非给电的还是乱七八糟的，他下次不敢碰是吧？明明那个野狗不能乱抓，抓着非把手指头咬掉一个，下次一辈子不敢看见长毛的东西。所以就是一个成年人这些道理不懂的话就麻烦了。所以之前我就教育那些青少年跟我来学的是，我们爱读书经不经圣经中是不是也提到这一点呢？我爱读书，为什么读书呢？读书是一个最划算的买卖，大家都想赚钱，对不对以少胜多，以小博大，这就是好像做生意的最高境界，对不对那么最划算的生意就是读书。哪怕是一个死不要脸的人，他写一本书，他都要仔细研究，我怎样把我的这个智慧和精华写在书里去，要不然的话大家笑话我呀，对不对？他用了一生的经验和智慧压缩在那个10万字以内的小书里头，你呢最多读2天就读完了，读完他一生的智慧。对呀，因为我们今天读书的时候，我们可能是15岁、20岁、30岁、50岁、70岁，可是那只是过了你自己的一生或者半生或者是1/10生那你能够用最短的时间将别人这一生的智慧吸收进来的话，那就是读书所以最划算的是读所谓道德的、慈悲的、善良的书籍，对我们就帮助是最大的。贪嗔痴慢疑，我们都是简单解释一下慢是什么意思走路慢，说话慢，傲慢，对，傲慢、自大，都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都是觉得这样子。但是傲慢的人呢，往往是有一点点本事就会傲慢，有一点点本事就是傲慢，往往真正有就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这个大智慧的人就不傲慢了。所以越学了一点点东西的，但是心中没有道德那个境界的人，才有这个傲慢的心，才有傲慢的心随时可以升起。所以平常傲慢的人，其实在我们生活中碰到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有点讨厌，因为会华而不实，为了傲慢嘛，为了让自己其实内心越空虚，要把自己一定要武装起来，就是说我不行，谁也别说我。还有我这一方面行，再比如说一个女人，北方人擀面条擀得挺好，等得到大家一些赞美之后，她就傲慢道：“我是中国的面条女皇。”实际上村里至少有10个8个妇女比她擀面条都好。对，这还有叫做见地。见地我们可以解释为就是你的对世界认识的高度和广度不够。为什么回到中国农村，我遇到很多村长都是跟我这样说话的，不是所有的但是多数的村长都是这样说话：老弟在我这儿包吃包住，谁敢惹你，老子给他拼了！我这个地盘我就是皇帝，说一不二。全是这样子，瞪着眼撅着嘴拼命喝酒，就是我就是3代王。
但是有的时候该他丢人现眼的时候，他们村里出来个孙二娘级的老娘们儿，就把他打翻在地。当换官员的时候，一个指令把他换掉，什么都不是了。他见了人，最后连话都不说了，因为得忧郁症了。傲慢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世界有多大，才是傲慢。所以傲慢的人是无知，是见识太小。好，我们说疑。比如说我们对事物不理解，我有疑惑，这个不为罪过。但是这里贪嗔痴慢疑通常是讲负面的，是有点带有罪过感的啊。那么这个疑是指就是普通人对于你来修法的师父，或者对于佛所说的，说你说的这是真的吗？你说的难道是绝对的真理吗？其实你知道做佛做神是不容易的，当他的表达的东西，高境界的东西，当一旦是错的，或者是不是绝对的真理，这个真理容易被推倒的时候，其实我说这个佛也好，这个神也好，他就没有了信众，会被推翻掉的。因为大家期望通过我们人类的智慧，能够跟随圣人的智慧和脚步，将这个世界看得通通透透。所以那个真理和他带着我们看的这个世界一定是真的，就不能再错误。我们跟着圣人学习，就是为了对这个世界有了个真实的认识，让我们真正的达到离苦得乐的这个目的。所以最终的法一旦是传错了，真的是这个害人于无形之中那所以的话，我不会轻易去讲什么佛经这些事情，因为这些层次，每一部佛经它是有针对这样的几个人，在这样的一个层次境地下，或者是对这样的一个事物的认知的讨论，或者是佛陀的教法。所以不是我们今天搬一部经来就跟你讲了也没有用的，你就或者是最终讲完了之后，如果弄不好，听完讲了一两部经之后，从此你不修法了，对，会出现一个错觉，会对佛经的这个教化，让我们再没有做人和做事的这种常态的意念，会对这些东西都失望所以我在解释东西的时候，最重要的东西就不敢开玩笑了，就是说它一定要正。我理解透了，我也希望我们的同修能够把它理解透，才能达到我们最终达到那个自在的那个状态。这个疑是指对，尤其是在佛教来说，对于佛陀的不信任。那么这样的话，包括今天我给你讲这些法，让你受益，你就说，那我对佛陀可以信任，那我对你不信任。但是我告诉你，这些理都是佛说的，只是今天我这样一个人对他的理解，为了让大家离苦得乐，让大家不要犯那些错误，从我嘴里把它解释出来而已。就是你不要有疑惑，你说的就是对的吗？你永远就是站在一个审视的一个心态上来说，你可能就耽误了你这一生修行的这个时间了。应该说你学到了就拿来去执行去实用的，可是你一直在疑惑着，这是对的吗？难道这样是行吗？对，这样你就耽误了你的修法，耽误你这一生。人生虽然其实是有轮转，就是前世今生的概念，就是有时候错过人的这一次做人学法的机会，下一次你不一定就是一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恰当的法让你学到，就不一定的。你下次轮回不一定是一个人，你是一个人也不一定在亚洲，
是不是啊？你比如说你现在去世了，你托生到非洲，能学佛法的机会不多啊，是这样。所以这叫做什么呢？德行、因果、业力的呈现。比如说今天我讲法，事实上平心而论，就是希望大家离苦得乐，希望将佛陀的教法让大家能够很容易的把它理解到。我还讲的不够再深，希望你再去悟，我已经点到了。那我们的信心就可能决定了我们能否在今生今世能够理解了这个部分。你有没有去说我有信心的我就使用啊？佛陀讲的今天由师父这里讲出来，我就去认真的去执行。但你没有这个信心，你就不执行，就真的太错过了。就是难得为人一次，难得遇到佛法啊，所以在经典里讲的就更深了啊。就是这种机会，获得佛法的机会，就是人生难得今已得呀，佛法难闻今已闻呐。那就看你的用心，你的配合度是如何。但是通常我个人在给大家讲这些道理，在受法的时候，我一般不用佛经里讲的这些原话啊，不会给大家带来压力啊，轻松的让你真正的去吸收它，懂得这些道理，你才能将来会比较好的运用。但是贪嗔痴慢疑当中正好讲到这个要害点，所以我们也必须说明这一点啊。所以和我平常讲法还是有些差别。那么也希望大家有信心，因为我们一个普通的常人，因为我们综合的知识、智慧啊、学识、阅历、禅修等等这些都不足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那么高的智慧理解这个道理是对还是错。那这怎么办呢？那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病了，我们去看医生，医生给你开了药，你说我该不该吃啊？你回家开始琢磨这件事，我吃吗？还是不吃呢？但是往往来说，我们得了病之后去看医生，往往一般不会太疑惑，给我开的药，我就按着医生的要求来吃这个药，那通常来说也都是有效的啊。所以就像我病了，我看医生，看了医生之后，我开始疑惑，这药是真的吗？你看的我的病是对的吗？你就这时候耽误吃药。所以有一位名医告诉我，那1990几年在北京见我，我一见他，一拿他的名片，我说哇，原来你就是那一位大名鼎鼎的那位中医的专家呀！哎呀，他都是那徒有虚名。就我们聊天聊得熟悉了之后，他和他的学生就跟我聊，就是说，其实很多病人见到我们老师的面就开始好了，因为在盼望见到他，这个人太有名了，简直像神医一样的一个中医，所以达到什么程度呢？只要拿到他开的那个药方，而且号着他的脉给他聊几句天，他就我这个头痛怎么就开始减轻了呢？他就开始自我疗愈，就是因为这是他信心啊，说药还没吃已经不疼了，最后问医生，那我还吃吗？医生说尽量吃了吧就是这样。所以当遇到一个名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认可他的这个名分的时候，所以他的效率是药未吃病先愈啊。对，不光是药到病除啊，还没吃药开始好了。那么听闻更高尚的这个道理，让你能够离苦的根本的道理，我们根本没有这么高的智慧，说这个到底是对是错。那尤其是佛陀的智慧，
对于我来说，去信就好了。我们没有这么高的智慧来判断它，信就好，有机缘学到就好。但只是说给你今天传法的人，他的修行和对佛法的理解的那个高度深度，他是也有点点差别，有的师傅修得更好一些，理解的透彻，一讲你就明白。有些呢，就是他有他的因缘，可能表达能力或者是还人生经历还都不够，所以讲出来的法呢，不一定让你那么受听，或者想讲清这个道理，心愿是好的，可是就越说越糊涂，也有这样的师傅还有的师傅说自己修成佛可以，那就讲不出来就有这样子的所以这也是每个修行人的这个因缘也不同。所以我们若想真修得好，若想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达到有智慧不去自我伤害，不去伤害他人，先从去认识五毒，认识贪嗔痴慢疑开始，这些道理弄通了之后，就是不修都能自己好起来。就是你心中那样的一种高尚那种高尚的那个状态，就是自我就开始，简单说就是自我疗愈、自我康复。那么有些问题，有些疾病都是已经经过我们过去很久的时间，成了一种错误的习惯，而形成了类似今天固有的疾病。但是我相信，经过我们这样的认识和开悟，哪怕是一个肿瘤，哪怕是一个骨刺，看起来说通过我的意念它可能不会消融的东西，我觉得都有可能会改变，至少它不会再生，至少它不会变大，至少它不会变得更加恶劣就容易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还要认识这个自然的规律，无论修得多好，这个上天和自然界总会给你一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方法和理由。有时候没有理由，这人就走了。所以在这个很多这个长寿者调查的时候，就是很多长寿老人有的叫无疾而终就是没有病就走了。就是他那个整个这个生命内脏全是最后因为老化而衰竭而死，他并不是得了糖尿病什么心脏病、癌症死的他也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懂得这些道理之后呢，我们现在不要说我转世做什么，来世做什么，而是说我们今世，我们不再增长我们的罪过，不再做错事，不再伤害，不再贪婪，不再去做那些不该做的那些欲望的事情，你才能够身心健康，身心自在在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下，你在修法的时候，今天我在传的这些法，你在修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和那样的一个境界融为一体，那个效果才好。所以这一次的修法是主修大光明。大光明我解释两句那我们现在的大光明，就是何为光明呢？光明的负面是什么呢？光明的负面是黑暗，或叫无明。黑暗通常是指外在的这个环境是黑暗的，而我们说的无明呢，是内在的无知，内在根本看不清人生的道路。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发财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多伦多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到了加拿大了，就这样稀里糊涂随波逐流来的，那只是说你运气好。随着这个人生的这样的一种脉动来到了这里，真是你算是很有运气算是有功德的。但是对很多人生当中是是非非
你的分辨力是不够的，不知道这是对错。所以大光明真正的目的就是说，把我们内在的这个黑暗把它照亮了。那内在的黑暗照亮它有什么用途呢？自己知道怎么样做事，就让你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头看透自己的行为。那我们讲的就是大光明，这个大又是什么呢？是指无量的意思。如果我内心因为慈悲而光明的话，我但愿这个慈悲像点燃了一盏灯，这盏灯在自己的心脏里头，这盏灯开始点亮了，把我的身体照亮。照亮之后呢，身体呢又变成一个发光体，一个电灯泡，再把我的周围的世界点亮它，照亮它。如果遇到众生和人类，让他们的身体和我一样发生同样的过程的变化，让每个人心中都是明亮的，让每个人的身体变成一个灯泡，再把世界照亮，不断的延续下去，让整个世界光明即为大光明。那么如果人内心都是光明的、明了的、智慧的，这个世界上太和平了，太完美了。多少人都生活在对整个人生的恐惧之中啊！别说女人了，几乎所有的人晚上一关灯，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就开始乱撞，那是你空间的无明。但在我们大脑的人生的大脑的所谓的理性的智慧之中，根本就没有道路可见，根本任何的光明都看不到。那就是今天引导你吸毒，你就会吸毒；明天引导你嫖娼，你就会嫖；后天引导你杀人，你就杀。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人做事所以这个光明是多么重要。如果我们的生命、身体都是光明的话，你的精神里头是光明的。如果没有贪嗔痴慢疑，那你一定很快就能够证得到那个大自在的状态。好，谢谢大家。